萧炎也是看到武神阁之主那异样的笑容，自己则是有些尴尬起来。那笑容分明就是把他的女儿交给自己照顾了，这也太突然太快了吧。第一等级世界的人，不对，神都是这样直接的吗？不是说神没有人性，只有神性吗？为何现在还有着七情六欲？对于萧炎脑海中的这些种种疑惑，显然无法想明白其中的意思。不过萧炎也不管这些，毕竟现在的心思可不是儿女私情的时候，自己的那2位兄弟还要等着自己去营救。好，我会尽全力保护好吴雪的，请武神前辈放心。萧炎也没有推脱，直接是一口答应了下来。毕竟这一次去神奇联盟，有着无数超神势力的修炼者都会过去，不管对方这次的邀请函有着什么目的，在这么多的超神势力一同前去下，按理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听见萧炎刚刚答应自己老爹的话，吴雪听了内心显然非常的开心，还是发自内心的开心。在他成长以来，诸神万界中的很多男子都在追求自己，其中不乏有着惊艳绝伦之子，实力更是无比的强大，长相也相当的帅气英俊，可是就是无法入自己的眼。可自从自己遇到萧炎的那一刻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自己竟然对萧炎产生了心动，这一种心动是他从来没有过的感觉，或许这就是爱吧。那就有劳萧炎弟弟保护姐姐喽。吴雪笑嘻嘻地看着萧炎，那脸上的笑容简直不要太幸福了。这也是吴雪第一次提出来与一位男子一同前往其他地方，如果换作是以前，吴雪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做法。看着吴雪脸上那般绝美的笑意脸颊，自己竟然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，喉咙间有那么一瞬间变得干燥起来。但是很快萧炎又恢复了过来，这女人简直太美了，以自己的超强定力都差点把持不住，女人果然是祸水啊。萧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心中也是散发出一丝悸动，只不过他也不知道是不是对吴雪动了情。哪里，这都是我应该的，毕竟我也是借助你们的资源进入神奇联盟，要感谢的话，我也要感谢你们武神阁给我这次机会。萧炎依旧是客气地说道，自己与武神阁本来也不是很熟，而且萧炎也知道，这一次要不是吴雪的原因，自己恐怕也不会得到武神阁这次的机会，所以这一切都是靠自己的人脉关系。这就是现实的世界，不管到了哪里，关系实力都是必不可缺的。有时候关系靠不住，那么就只能靠自己拿强大的实力说话。而萧炎显然对后者更加的信服一些。在些许片刻之后，武神阁之主宣布道：3日后，武神阁的弟子准备前往神奇联盟。对了，雪儿，你姐姐也会去，你们2个可不要因为一些小事情去争吵了，闹得不愉快。一听到自己的那位姐姐也去，吴雪刚刚开心的心情突然变得异样起来。而这一切的变化，在一旁的萧炎自然是看在眼里的。在萧炎的心中暗自道，难道吴雪与他这位姐姐的关系不好吗？难怪一直没有从他的嘴中提起来。知道了，只要他不要找我的茬就行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让着他，什么事情我都没有与他争。吴雪苦笑了一下，对于他这位姐姐，他也非常的无奈。好，爹，只要你们2个人和谐相处就好。从小你姐姐就欺负你，我知道，但是你们毕竟是姐妹，可不要一些事情去闹矛盾。你姐姐的那个脾气被我惯得呀。武神阁之主说到这里，脸上都是带着苦色，看来吴雪的姐姐非常难伺候啊。武神阁之主交代了一些事情之后，便是离开了。距离去神奇联盟还有3天时间，吴雪便是带着萧炎参观了一些武神阁的其他地方。经过半日时间的了解，这武神阁实在太大了，可以说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小世界，这里面什么都有，其中的资源更是无比的丰厚，比起萧炎所见识过的所有超神势力底蕴都要强上很多很多。这武神阁不愧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，而且武神阁还分非常多类型的宫殿区域，同时也有着属于武神阁自己内部的丹殿，他们的弟子也同样有着天赋不错的炼药师，只是品阶没有那么高而已。想要将武神阁彻底的了解，萧炎还需要花费大把的时间。在萧炎大致了解后，与吴雪暂时分开，因为在这几日的时间里，萧炎要做好一切的准备，自己的诸多底牌还需要稳固练习一番，毕竟谁也不知道神奇联盟中有着多么强大的对手，多准备一些自己的底牌也是一件大事。如今自己有着数道底牌，个个也都是威力非凡，但是萧炎知道神奇联盟中的那些神奇可不好对付，比萧炎强大的神奇还有着居多位。虽然自己的实力达到了5重天位神巅峰，但是遇到真正的强敌，自己肯定还是无法有着100%的胜算。而且从灵动和沐尘2人的嘴中得知，他们似乎被关押在一个神秘之地，至于是哪里，还需要亲自进去神奇联盟或许才能够知晓。在这几日的时间里，萧炎一直没有外出，坐在房间里面一次又一次地练习了一些底牌之后，在3日过后的清晨，萧炎的房门终于是被打开，他从房间里出来，身上散发出无比可怕的火焰气息，看来萧炎对火道的造诣又加深了不少。一切寻常的5重天位神感受到萧炎现在的火焰气息，肯定都难以招架住，因为这火焰的气息足以令很多神奇都不敢靠近一步，因为一旦靠近，就将会被那强大的火焰能量所灼伤。在萧炎踏出房门的那一刻，他那双漆黑的眼眸中释放出无比的坚毅之色，心中响起一道荡漾在脑海中的声音：灵动兄、沐尘，你们一定要坚持主要，我来救你们了。萧炎将黑色的锯齿放在自己的后背上，迈着步伐朝着武神阁的一处汇合之地走去。武神阁的一处高台上，这里已经汇聚了数百人弟子，而今日这些人都是受邀请
准备前往神奇联盟历练1年的时间，也是武神阁中天赋不错的弟子。1年之后就要出神奇联盟。还有，如果在这1年内，修炼者因为一些事情征战，不小心陨落了，神奇联盟绝不负责，他们只提供庞大的资源。至于能不能享受这样的资源，就要看各自的实力了。在这些数百人的正前方，武神阁之主负手而立，刚刚清点了人数后，发现还差1位没有到场。萧炎小兄弟则那么还没有到。而就在武神阁之主话音落下后，远处却是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：“武神前辈久等了。”众人看向一处地方，一位身穿黑袍、背负着一把黑色锯齿，急速地朝着高台处掠来。萧炎弟弟，你可算来了，我们就等你一人了。见萧炎出现，吴雪直接给他白了一眼。萧炎尴尬地笑了笑，这几日时间里，自己进入焚诀空间静心修炼，却是超出了一些时间。哈哈，既然现在人都到齐了，那就启程了。武神阁之主笑了笑，然后看了看眼前数百位的弟子，嘱咐道：“这一次也是难得的机会，你们进入神奇联盟后，一定要好好修炼，在里面少惹事，多修炼，明白吗？”弟子明白。他们异口同声的道：“好，那么事不宜迟，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。”说完，数百位弟子身影直接对着上空的超级方舟飞去，最后一个接着一个的跳入了甲板上。萧炎小兄弟，雪儿就交给你照看了。随后，武神阁之主再次看向萧炎，语气也变得认真了一些。闻言，萧炎拱手说道：“武神前辈，我会全力保护。”哈哈，好，你们的修炼天赋让我都感到吃惊，万界神州才是属于你的地方。武神阁之主不愧眼光毒辣，此时的他也已经知道萧炎的不简单，能够将3道神火集于一身的，怕是没有人能够做到。而萧炎做到了这一点，就足以证明了一切。不过，诸神万界无比的广阔浩瀚，武神阁乘坐超级方舟，就算以蝶空这种最快的前行速度，要成功抵达神州的神奇联盟，仍旧需要花费足足将近1个月的时间。因为在这诸神万界中有着交通的轨道，而这些超级方舟也必须在这个邪轨道中穿梭，不然的话就会受到诸神万界部分法则的影响。轻则方舟爆裂，重则就连乘坐的人都会被法则吞噬。这法则的力量，就算是主神都无比的忌惮。萧炎闻言都是震惊了一下。这诸神万界虽然有着诸多的神奇强者，可是他们却是被一道无形的规则所限制。虽然依旧是强者为尊，不过也得遵守万界的规则，不然那下场可就惨重了。之前从无量神界赶往神灵城，也就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。现如今从武神阁前往神州之地的神奇联盟，竟然也需要1个月的时间。这也并非是万界的浩瀚广阔原因，而是规则。如果这个规则乘坐超级方舟叠空，一般半个月左右时间到了，可现在必须要走这个轨道，那么就延长一些时间。或许有了这样的一些规则限制，才有着如今无比繁华、无数诸神汇聚的万界。当然，对于一名神奇修炼者来说，1个月的时间几乎仅仅是在一个晃眼或愣神的时间。所以萧炎他们也即将很快抵达神州之地，万界神州，诸神万界的最中心。灵动牧尘等着我。这一刻，萧炎等了很久很久，终于在今日能够做到了。他们3兄弟自从参加完招揽神会之后，就没有在一起并肩过。这一次，萧炎也必须将他们救出来，变回以前3兄弟并肩作战的场景。只要他们3兄弟齐聚，任何强敌他都是会感到无比的棘手。况且灵动的10大祖符已经集齐，牧尘那第7座原始法身也同样寻到。只要将他们救出来，那么他们的实力也会在这一次彻底的蜕变，达到前所未有的领域。毕竟灵动牧尘2人的天赋也不比萧炎差，他们3兄弟的天赋可都是旗鼓相当的存在，没有谁强谁弱，他们皆是登峰造极的顶峰。虽然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抵达到神奇联盟，这倒是足够让萧炎做好充足的心理和思想准备，应付接下来在神奇联盟中的残酷战斗以及生死未卜的环境。目前以萧炎5重天为神巅峰的实力，在神奇联盟中也只是中等水平，精准的说，或许连中等水平都还差一些。虽然很强，可在联盟中这等水平想要100%救出不知藏在何处的灵动牧尘2人，更是没有很大的把握。而且自己又与神奇联盟的那些神君结下了一些恩怨，天神山之仇以及4域天神君的恩怨，自己的真容也绝对不能轻易的暴露给神奇联盟中的任何一个人。所以这一次进入神奇联盟中，必须以其他人的身份，所以决定自己假扮武神阁弟子，与他们一起进入神奇联盟中。想要从神奇联盟中打听到灵动和牧尘的下落，就必须不是萧炎的身份了。更何况在神奇联盟之中的规则是完全以实力为尊，在还没找到灵动和牧尘的关押之处，那么萧炎必须不能以自己的真实身份。既然有了武神阁弟子这个身份作为伪装和掩饰，便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真实身份会意外泄露的糟糕情况。不然神奇联盟之人可不会放过萧炎。虽然萧炎的底牌众多，可是神奇联盟乃是他们的底牌，在别人的地盘上还得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才行。谁知道神奇联盟中还有那些可怕的存在，就算是萧炎已经做足了准备，他的心中也没有100%的把握。毕竟那个地方乃是整个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地盘，所以他在神奇联盟之中，只要找到灵动和牧尘的线索，就需要沿着这条路寻迹便可。他的目的可不是对抗神奇联盟，而是救出灵动和牧尘。萧炎的力量虽然已经堪比一些寻常超神势力，
之主的实力，可面对着更强大的对手，他还是没有机会能够战胜。